上一世小叔一家为了夺走我真千金的身份，结果背地里把我卖到缅甸去当奴隶，父亲却被他们放毒蛇被咬死，母亲也被婆婆设计捉奸在床，最后逼到母亲跳河身亡，直到死程瑶都不知道，原来她是被调包的富家真千金。小叔一家卖掉她，只为给亲生女儿铲除后患，重活一世。我决定报复所有人。阿瑶看着多年未见的母亲走进来，程瑶立马冲过去，一把抱住李淑芬。妈，傻孩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母亲李淑芬是个苦命人，和父亲程光辉结婚那么久都没有怀孕，因此程老太太将大儿子大儿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。程光辉不但要把每个月在煤矿洞里上工的钱交给程老太太，李淑芬还包揽了家里最苦最累的活。两人婚后不久，程老太太不知道从哪里抱来了个出生还不到10天的女婴送给夫妻俩，并且告诉他们这是在路边捡来的弃婴。此后，李淑芬跟丈夫就把这个弃婴当成亲女儿。想到这些，程瑶眼泪不停地往外流。而就在此时，程瑶看到日历上猛然惊醒，今天是4月2号，按照前世的记忆，明天就是父亲出事的日子。想到这里，程瑶立即看向李淑芬：妈，我爸呢？你爸明天放假，估计明天上午能到家。按照前世的回忆，父亲确实要到明天早上才能放假，但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所在的煤矿因为领导突然过来视察，放假时间会提前到今天晚上。想到马上就能看到多年不见的父亲，程瑶喜极而泣，泪如雨下。这一世她绝对不会让父亲再无辜死去。阿瑶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妈现在就带你去卫生所看看。我很好，没有不舒服，就是做了个噩梦。不怕不怕，梦都是假的。你快去洗漱下，跟我下楼，你奶奶有事找你。好。洗好漱后，程瑶看着程老太太端着是一副好奶奶好婆婆的模样，让人看不出异常，心里恨之入骨。阿瑶，马上你小叔和小婶就要回来了，你现在去集贸市场给割点肉回来。好的，奶奶。看着程瑶的离去背影，程老太太眼底全是嫌恶的神色。而此刻，程瑶看着眼前这座大山，她想要一家3口远离这群人，并且顺利报仇。第一件事就是要有足够的钱，才能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。她想利用这座大山挣到重生归来的第一桶金。刚走进大山，程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声音，立即朝声源处走去。很快就发现，在草丛一边看到3只小羊崽。程瑶想都没想，将这些小羊崽全部放进了自己的背篓里。很快，程瑶又在一堆杂草里发现了一个宝贝，一颗长相很好的野人参。要问程瑶为什么会认识野人参，那是因为前世被卖到缅甸后，程瑶在农场里交到了第一个朋友，来自华国的7旬老人，并且是一名老中医。他希望中医能传承下去，于是便将毕生医学全部交给了程瑶。之所以程瑶立马就看出这一颗野人参足足有50年历史，这种人参又叫4品夜野山参。把人参收好后，程瑶赶忙往县城里走去，结果刚到山脚就发现罕见的牛肚菌。野生的牛肚菌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在后世甚至卖到了几千块钱一斤。捡完蘑菇后没再停留，加快脚步往县城的方向走去。程瑶来到集贸市场找了个位置，然后将背篓里的小羊崽和牛肚菌全部拿出来。人来人往间，程瑶的小羊崽和新鲜采摘的牛肚菌很快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。小姑娘，这牛肚菌多少钱一斤？姐姐眼光可真好，这是我刚采的野生牛肚菌，新鲜着呢，煮汤炒菜都不错，6块钱一斤。姐姐你长得这么好看，算你5块钱一斤好了。看你这么会说话，那就给我来2斤吧。程瑶发现自己没有带秤来，于是她靠着嘴巴填回来时，很快就从隔壁卖水果的大娘借到了秤。2斤2两，算你2斤好了。听到程瑶说2斤2两算2斤的时候，少妇就更开心了，立即从兜里掏出10块钱递给程瑶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不客气，好吃您明天再来。小姑娘，这小羊崽怎么卖？阿姨你眼光可真好，这小羊崽都是野生的，21块钱一只。怎么这么贵？我听说野东西可不好养活呢。这玩意气性大，离开了老羊就不愿意吃草。算了算了，我不买了。他虽然是这么说的，但眼睛却直勾勾盯着这些小羊崽。程瑶是个8面玲珑的，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。阿姨，您看这小羊崽长得这么好，一个个肥嘟嘟的，您要是诚心买的话，算您20块钱一只。您也甭担心它离开了羊妈妈就不吃东西，这些都是假的，不信您看。说完，程瑶在背篓里拿了把青草，放在小羊崽中间，3只小羊崽立即吧唧吧唧的吃了起来。见此，中年妇女的神色立即力量了。阿姨，现在猪肉都要5块钱一斤，您花20块钱买一只小羊崽多划算呀！这小羊崽2-3个月就能长到50斤以上，而且养羊给它吃草就行，根本就没有成本。20块钱可买不到50斤猪肉，而且等羊长大了还能喝羊奶，生小羊。养小羊崽确实没什么成本，而且他听说羊奶很有营养，儿子也快就要上1年级了，到时候还可以挤羊奶给儿子喝。你这姑娘年纪不大，人倒是很机灵，那3只我都要了。好，多谢阿姨了。
卖完小羊仔后，不到1个小时，程瑶就把10斤羊肚菌卖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了半斤左右。程瑶将这半斤羊肚菌送给隔壁卖水果的老人。张奶奶，谢谢您的称，这是羊肚菌，您带回去尝尝鲜。老人见程瑶一个孩子也不容易，立即要从兜里掏钱出来给他。张奶奶，这些蘑菇都是我从山上采的，不值什么钱，您带回去吃就是。我给您点蘑菇，您都要给钱的话，那我用了您的秤是不是也要给钱？那就谢谢你了，小姑娘。张奶奶，我叫程瑶，您叫我阿瑶就行。好。卖完所有的东西后，程瑶就来到一家药材店。老板，麻烦您帮我看看这颗参值多少钱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颗品相极佳的野人参最起码50年，是个可遇不可求的宝贝。虽然心里很震惊，但老板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。你这个就是普通的小人参，最多能给你5块钱。什么？才值5块钱？老板，你唬小孩呢？你可不就是个小黄毛丫头，我不唬你唬谁？我这是正儿八经的4品叶野山参。老板，我家世代从医，我也是会医术的，你也别唬我了。这颗野山参你最低给我1500块。这个小丫头居然还知道4品叶呢，看起来不过17、18岁的模样，一看就是贫苦人家的出身。她懂什么？可能就是虚张声势而已。这样吧，小姑娘，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，给你100块吧。不好意思，最低1500，如果你不愿意要的话，我就去对面药材铺看看去。程瑶转身就往对面走去，像这种4品叶野山参最起码能卖2000块钱左右。程瑶刚走出门口，就被老板拦住了去路。小姑娘，等一等，1500块1分不能少。好的，1500就1500，你把野山参给我。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呵，跟我来，我拿钱给你。卖了野山参后，程瑶去农贸市场割了半斤猪肉，刚从农贸市场出来，就被迎面走来的人撞了一下。程瑶立即意识到不对劲，一摸口袋，他放在最外面口袋里的钱全都不见了。程瑶立即朝撞他的那个人追了过去，眼见追不上，程瑶拿起一边的棍子朝小偷的方向扔了过去，结果直接砸中小偷的脑袋上，小偷直接倒在地上。姑奶奶的钱你也敢偷？不想活了吗？钱拿出来！小偷没想到程瑶会这么厉害，颤抖着手将钱拿出来递给程瑶。这一幕刚好被停在路边的吉普车旁边的男人看到。九哥，你看到了没？那个女同志好厉害！就在此时，人群中有人突然朝程瑶的方向砸了一个酒瓶过去，恰好命中程瑶的额头。程瑶只觉得眼前一黑，看到这一幕，全九言跑了过去，递给他一块叠得整齐的手帕。小同志，你没事吧？先用这个止血。程瑶微微脸没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一眼便看出来这个男人不简单。谢谢。小同志，你头受伤了，现在是夏天，如果不处理的话，伤口很容易感染。医院距离这边有点远，我有车可以送你过去。对了，我叫全九言，这是我的证件。看到全九言是现役军官，程瑶没有再犹豫，跟在全九言身后一起上了车。小同志，我去外面等你，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叫我。好的。诊室内，女医生一边给程瑶包扎伤口，一边柔声嘱咐道：小姑娘，现在天热，伤口容易感染，洗澡的时候要注意些，不要碰到水了，要不然会留疤的。行，对了，医生，请问可以给我开点腹蛇血清吗？腹蛇血清，正常情况下，只有被蛇咬了的情况下才会要血清解毒。这小姑娘要血清做什么？似是看出了医生眼底的疑惑，程瑶解释道：我爸干农活的时候被腹蛇咬了，村医说只有注射腹蛇血清才能治好他。程瑶清楚地记得前世咬死父亲的蛇是短尾腹蛇，他也知道父亲不会相信小叔子一家不会害他，加上程老太太伪装得很好，不让他父亲经历一下，他可能永远都无法相信自己的话，所以程瑶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行，小姑娘你等一下，给你包扎完伤口我就去开单子。谢谢您。包扎完伤口，程瑶便拿着单子去药房买了血清就往外走去。包扎好了。我叫程瑶，今天的事情谢谢您。举手之劳而已。你住在哪里？我们顺便你送回去。九哥要送人回去，这也太稀奇了。在京城那些美人儿争先恐后的贴过来，都没见九哥多看一眼，这简直比太阳打西边出来还要稀奇。不麻烦您了，我走回去就行。程瑶也没留给他说话的余地，转身就走了。九哥，你是不是？不是。九哥，不是对他一见钟情了？我不喜欢年纪比我小3岁以下的女孩子，太幼稚，以后会有代沟。另外，她漂亮了。你没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红颜祸水，她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看你以后肯定会娶她，怎么还会有人不喜欢美女？我也是无语死了。去一趟公安局。去那干嘛？整顿下东知县的治安，白天小偷都敢出来，要到了晚上还得聊。好。你怎么搞到现在才回来？奶奶对不起，我今天走山路的时候不小心摔破了脑袋，被一个好心人带到医院去了，所以回家晚了。我让你买的肉和剩下的钱呢？肉在这里。说完，又将兜里的钱递给程老太太。跟我去厨房烧火去。换成平时，这烧火做饭的活都是程瑶，但今天不一样，家里买了肉，程老太担心程瑶会偷吃。等做完饭后，李淑芬看到程瑶的脑袋，被吓了一跳。阿瑶，你头怎么了？
刚刚在山上摔了一跤，没事的妈，已经在医院包扎好了，您不用担心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摔得严不严重？不严重，就是破了点皮，明天就好了。对了，妈，您打算什么时候和我爸带我去找外公外婆？记得前世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去京城跟外公外婆团聚，可惜后来到死，她都没能完成这个心愿。等你考上大学了，我就和你爸带你去你外公外婆家。程瑶记得前世母亲也是这样说，可惜后来他们还没等到自己考大学，就被人害死了。这一世他一定要实现母亲的愿望，带着她找到外公外婆，一家团圆。妈，我昨晚做了个梦。什么梦？等爸爸回家了，我再告诉你们。程瑶是想以托梦的方式告诉父母两人，前世程老太一家是怎么把他们害死的，但此事要他父亲经历过才会相信程瑶的话。重生后的蝴蝶效应开始，程富贵提前发起大义灭亲计划。哎呦，光宗我的心肝宝贝呀，你们可终于回来了，奶奶想死你了。妈，大哥大嫂跟阿瑶呢？那个不孝子说是明天早上到家，那娘俩儿在屋里呢。话音刚落，李淑芬带着程瑶从屋内走出来。大嫂，弟妹回来了，吃了没？我们在县里已经吃过了。看着马兰个子不高，说话声音很温柔，如果不是有前世的经历在的话，程瑶怎么也不相信这女人竟然如此恶毒。她到现在还记得马兰把自己迷晕后用开水烫自己脸时的眼神，简直恨她入骨。这时马兰的目光又落在程瑶脸上，心里也不知道在嘀咕什么。实在是太想赵家人了，千万不能让赵家人看到程瑶。若是让赵家人看到程瑶的话，肯定会拉着程瑶去做亲子鉴定。几年不见，阿瑶都长得这么高了，也不知道我在京城买的裙子能不能穿得下。说着，马兰就从袋子里掏出一条蕾丝花边公主裙。看到马兰手里的连衣裙，李淑芬瞪大眼睛，脸上全是欣喜的神色。阿瑶，你还不快点谢谢小沈？谢谢小沈。不客气，我跟你小叔就光宗这么一个孩子，以后我们会把你当成亲女儿疼爱的。好孩子，你快去试试裙子合不合适。好。这时马兰看到程老太太的脸色不对，立马从袋子里掏出另一个礼物。妈，这是我跟富贵特地在首饰店给您买的银手镯。我就知道还是我小儿子小儿媳最孝顺我，不像某些人。说到最后一句话时，程老太太狠狠地剜了眼李淑芬。李淑芬知道婆婆这里的有些人指的是她。就在此时，程瑶换好裙子从屋内走出来，她的皮肤很白，眼睛很大很漂亮，简直可以用倾国倾城来形容她。就连程富贵的脸色都变了变，转头看向马兰。不用担心，只要我在程瑶，就只能是块垫脚石，我永远都不会让程瑶见到她的亲生父母。妥，就听你的。小沈，我好看吗？好看，非常好看。阿瑶这么好看，将来一定能嫁给城里人，到时候你爸妈就能跟着你过好日子了。就她这样的还想嫁城里人，真以为城里人都眼瞎吗？妈，瞧您这话说的，阿瑶这么好看，学习成绩也不错，只要好好培养，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的。程瑶看着马兰的脸上看不到半点伪装的痕迹，如若不然，上辈子的程瑶也不会被骗得这么惨。妈，咱们一家4口都好长时间没见了，光宗这段时间一直念叨着说想奶奶了。奶奶的宝贝大孙，快跟奶奶进屋，奶奶给你留了好多好东西呢。程富贵跟马兰也跟着进了程老太太的窝。关上门后，程富贵跟程老太太说了下城里发生的事情。听到自己的亲孙女不但没死，此时已经是城里的千金大小姐，程老太太特别激动，直接从凳子上站起来。富贵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妈，富贵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从大老远回来，跟您开这种玩笑做什么？所以老大屋里那野丫头其实是城里的千金大小姐。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马兰还是点点头。真没想到程瑶那野丫头竟然有这样的好命，不过她命再好也没用了，我的宝贝孙女才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。妈，妍妍是您的亲孙女，等她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后，肯定会接您去京城享福的。兰兰啊，我们老程家能娶到你这样的好儿媳，简直就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这件事你做得对，做得真是太对了。不过妈，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您的帮忙。什么事？程瑶那个祸害精长得越来越像赵家人了，我们怕他会抢走属于妍妍的东西，所以……说到最后，马兰压低声音说出自己跟丈夫的计划。程老太太本来就不喜欢老大两口，听到小儿子小儿媳的计划，她想都没想就同意了。阿瑶穿着新裙子真好看，跟电影里演的仙女一样。你小叔小婶对你这么好，你长大了以后也要好好孝敬他们，知道吗？妈，有句话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谁知道他们安了什么心思呢？阿瑶，你这孩子怎么能把你小叔小婶想得这么坏呢？看着面前的母亲，程瑶仿佛看到了前世的自己，前世的她也是如此单纯。程瑶忍下满腔怒火，接着道：爸应该马上就要回来了，咱们去村口迎迎他吧。
你爸要明天早上才能回家呢。程瑶知道父亲今天提前回来，他也不能说自己重生了，只好换个说辞。妈，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梦里的菩萨告诉我，我爸矿场提前1天放假了，所以他今天晚上肯定能回来。程瑶不管母亲信不信，拉着母亲的手就往村口跑去。阿瑶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，我猪还没喂呢。看样子你那个梦就是假的。就在此时，他的视线里突然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正一步一步地朝这边走来。妈，您看，那是我爸，我爸真的提前回来了。是你爸，是你爸，辉哥，辉哥。淑芬，阿姨啊！意识到那是妻子和女儿后，陈光辉快速地奔跑起来，跑到李淑芬面前，一把将李淑芬抱起来。淑芬，你们怎么在这？辉哥，你快放我下来，孩子还在呢。对了，淑芬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会提前1天回来？李淑芬笑着跟丈夫说起了菩萨托给程瑶的梦。陈光辉更惊讶了，阿瑶，这梦也太灵验了吧！菩萨托梦当然灵验，爸，其实我还梦到了其他事情，咱们现在去土地庙那儿，当着菩萨的面，我慢慢说给你们听。程瑶太了解父母的性格了，如果他直接告诉他们奶奶联合小叔小婶要害他们一家3口的话，父母肯定不相信，但换种方式就不一样了。什么梦还要当着菩萨的面说？很重要的梦。见此，陈光辉也不再多问，一家3口往土地庙的方向走去。阿姨啊，别卖关子了，你快跟我们说说你那个梦吧。程瑶点点头，开始说起了梦里的事情。程老太太联合小儿子小儿媳要害他们家一家3口时，李淑芬满脸不敢置信的道：不可能，你小叔小婶对你那么好，还给你买裙子，怎么会害我们呢？梦里的菩萨告诉我，他们现在对我好，给我买漂亮的去裙子，都是为了让我彻底信任他，然后借着带我去城里过好日子的由头，把我卖到吃人的缅甸去。阿姨啊，梦里的菩萨真是这么跟你说的？真的，爸爸，不光是我被卖掉，您跟妈妈也没有什么好下场。明天早上您下田干农活时会被一条毒蛇咬伤，这条毒蛇是小叔特地从城里带回来的慢性毒蛇，毒蛇把您咬伤后，他们还骗您说那条蛇没毒，可当天晚上您就没了。也是当天晚上，我妈被他们诬陷红杏出墙，最后被他们活活给逼死了。听着女儿的话，李淑芬脸色惨白，后背上冒出一层又一层的冷汗，就连陈光辉都被程瑶的梦吓到了。阿姨啊，梦都是假的，你奶奶和你小叔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对我们。我也希望是假的，但爸爸，菩萨是不会骗我的。菩萨跟我说，您之所以会提前回来，是因为矿洞上有领导来视察工作，我说的对吗？是这么回事。他也不想相信女儿的梦是真的，但事情确实被女儿的说对了。爸妈，菩萨跟我说，你们都是好人，所以菩萨不想看到你们年纪轻轻就被人害死了，所以才会托梦给我。爸妈，我不想被卖掉，我也不想让你们死。虽然知道父母在短时间内无法接受，但只要播下怀疑的种，便会生根发芽。爸，您现在不相信我也没关系，等您回去之后，奶奶肯定会安排您明天去东边耕田的。等耕田时，你就知道我没有说谎了。到时候您肯定会被小叔从城里买回来的短尾蝮蛇咬伤，不过您不用担心，菩萨已经提前让我买好了解药。您一旦发现自己被蛇咬伤，就赶紧回家，到时候咱们再商量对策。好。程瑶知道现在的父亲还相信自己的话，他也只好让事情再次上演，父亲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话。众所周知，同命同根生，这位弟弟联手母亲想置大哥一家于死地，不料程瑶早已有略母对付，只因他是重生者。妈，我回来了。看到陈光辉，屋内的欢笑声瞬间戛然而止。这个不孝子怎么提前回来了？他不是说要明天才能回来吗？真是晦气！大哥，你不是说明天早上才能回家吗？矿洞那边有领导来视察工作，所以提前放假了。大哥，回来的早不如回来的巧，你肯定还没吃饭吧？快坐下吃饭。听到这话，程老太太眼疾手快地把碗里最后一块肉夹到她孙子碗里，看到了程老太的小动作，加上程瑶的那些话带，她实在是没心情吃饭。我在路上吃过了，你们吃吧，我跟淑芬先回屋了。那你快回去休息吧。对了，明天早上起来记得把东边那块田耕一下。耕田，而且还真是东边的田。如程瑶想的那样，怀疑的种子已经在陈光辉心里生根发芽。好的妈，我知道了。第二天，陈光辉正在耕田，都没有发现程瑶口中的毒蛇。难道是菩萨误会了弟弟？根本就没什么毒蛇。想到这里，陈光辉松了口气。在陈光辉看不到的角落里，程富贵和马兰脸上焦急不已。你买的那个蛇是不是跑了？怎么还不咬人？应该不会啊，我把田沟都拦住了，根本就跑不掉。就在此时，正在耕田的陈光辉突然发出一声惨叫。陈光辉只感觉脚踝处传来一阵刺骨的痛，抬起腿就看到一条毒蛇狠狠地咬在脚踝上。陈光辉脸色惨白，立即抓起蛇尾扔了出去。太好了，这个碍眼的陈光辉终于要死了。此刻陈光辉心里又慌又急，他怎么都没想到程瑶的梦居然是真的，母亲真的要联合弟弟害死自己一家3口。辉哥怎么了？快打一盆水来房间，我被蛇咬了。怎么会突然被蛇咬呢？哭什么哭？哭丧呢？村里干活谁没被蛇咬过？又不是人死了，
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陈光辉看了陈老太一眼，从未觉得母亲有此时这么陌生过。现在看来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把自己当成亲生儿子。我爸这是怎么了？被蛇咬了。赶快扶我爸回房间躺着，咱们村的蛇都没什么毒，休息下就没事了。没事，这蛇可是我的宝贝小儿子特地从外地带回来的，毒性非常强。你们娘俩儿就等着给陈光辉收尸吧。阿瑶，菩萨让你买的那个药呢？程瑶立即拿起早就藏在柜子里的血清，然后再抽取血清，最后给陈光辉注射血清。阿瑶，你确定给你爸打1针就没事了吗？我确定。爸，现在您知道我做的梦都是真的了吧？陈光辉艰难的点头。事情发展成这样，如果他还不相信女儿的话，那他就真的是个蠢货了。阿瑶，现在都被菩萨说中了，那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啊？既然他们想让咱们死，那他们就必须付出代价。阿颖，菩萨有没有跟你说要怎么让他们付出代价？这个暂时保密，等咱们报完仇后，就跟妈一起去京城找外公外婆。现在还不是实施计划的最好时机，在没有实施计划之前，程瑶只信得过自己。爸妈，我出去一趟。阿颖，你要去哪？我去挣路费。爸，您不用担心，我可是被菩萨庇佑的人。程瑶背着背篓，先是去了昨天发现的那片牛肚菌地。1夜之后，牛肚菌都已经冒出了头。捡完牛肚菌后，程瑶又在草丛里发现了一个山鳖窝，抓着山鳖在手里掂了掂，最起码有10来斤，正儿八经的野山鳖，值不老少的钱了。随后，程瑶又在山挖了些野山药。2小时后，程瑶带着满满一筐子东西出现在集市上，将东西全部摆好后，很快就便引来一群人的围观。这是野山鳖吗？小姑娘，让我看看。2位随便看。老爷子拿起野山鳖仔细看了看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意。老头子，这真的是野山鳖吗？小姑娘没说谎，这是野山鳖。小姑娘，你这野山鳖怎么卖？这个野山鳖有10斤半重，您要的话，就算您200块钱。真是野山鳖的话，价格倒也不贵。小姑娘，这是200元。谢谢爷爷。在县城里卖山货一如既往的畅销，不到1个小时，程瑶很快就把今天带来的山货卖完了。今天共收获290块钱。随后，程瑶就来到一个铁匠铺。小姑娘，你想打什么啊？我想打个光面的手镯。小姑娘，打手镯你应该去隔壁的银匠铺，我这是铁匠铺。大爷，我就是想打个跟银手镯一样的铁手镯，重量大概在30克左右。程瑶是想打个铁手镯，然后把程老太的银手镯给换了，让她在村子里抬不起头。好的，小姑娘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。光面的手镯是吧？是不是这种的？对，就是这种。请问什么时候能打好？我着急要。我这会儿也没什么活，现在就给你打，你2个小时后就可以过来拿。不过小姑娘，你要先交1块钱押金。行，还有一件事，能不能麻烦您打得逼真一些？我不想让人看出来这是假的。小姑娘，你放心，我都几10年的老手艺了，之前也做过银器，保证给你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。谢谢大爷。离开铁匠铺后，程瑶又来到热闹的街头，他准备找家馆子吃饭，恰好碰到了全九言和李成2人。全大哥，李大哥，好巧啊！是挺巧的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？我刚卖完山货，想找个地方吃东西。2位昨天帮了我那么大的忙，不如今天我请2位吃饭吧。程瑶同志，你的心意我们领了，不过九哥有些吃不惯外面的饭菜，所以我们买了些菜回去，准备自己烧。你们2位男同志会炒菜吗？要不这样，我去给你炒菜吧。程瑶同志，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就是做个饭而已，不麻烦。加上昨天你们帮了我，我也好歹做顿饭给你们吃。那行吧，我跟九哥就住在前面的招待所。好的。吃完饭后，全九言就开车送程瑶到铁匠铺，拿到铁手镯后，全九言就送程瑶回到了村口。全大哥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跟李成哪能吃到如此美味的饭菜？有机会再给你们做，我还会很多新菜品。好。回到家后，程瑶悄悄摸到程老太太的卧室，打开她平时藏宝贝的箱子。程瑶从口袋里将早就准备好的铁镯子摸出来，将盒子里的银手镯拿走。来了个偷梁换柱，有了这个铁镯子，就不怕没好戏看。光宗，你等一下，奶奶把镯子带上，就带你去村里玩。闻言，程瑶立即快速将箱子恢复原状，立马躲到了床底下。很快，程老太太的身影便出现在卧室内，从里面掏出那个银手镯。整个过程，程老太太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待程老太太走远了，程瑶才从床底下爬出来，重新站到箱子前，拿出那个布袋子，将里面的钱1分不少的全部拿了出来。这些钱都是父亲程光辉这些年来辛苦做工换来的，凭什么要便宜了这老钱婆？将钱全部装进口袋里后，程瑶这才离开。怎么样，事情办好没？办好了，刘瘸子明天晚上就过来。我哥瘫在床上，马上就要死了，到时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。李淑芬就是有100张嘴也说不清，到时候只要按照计划行事，把他打死就行。那刘瘸子可靠吗？放心，刘瘸子只是他的外号而已，并不是真瘸，而且我手上有他平日里偷鸡摸狗的证据，他不敢反水的。弄死李淑芬后，咱们就把那个祸害精给卖到缅甸去，让他一辈子都回不了华国。
只要那个程瑶这个祸害精消失了，就没人能抢走咱们闺女千金大小姐的位置。不光要把那个祸害精卖掉，还要把她毁容。毁容？那天我看到赵先生和赵太太了，程瑶跟他们长得实在是太像了。如果只是把她卖到缅甸去的话，万一她又跑回来了怎么办？只要她顶着那张脸在那里，那咱们的妍妍就有危险，所以必须要把她毁容。好，就按你说的这么办。对了，要搞到手了吗？你收好，千万别弄丢了，到时候直接下到那母女俩的饭菜里去就行。一旦李淑芬吃下去，半小时之内就会浑身无力，人人宰割。好，到时候让咱妈带着村里的男女老少，将李淑芬和刘瘸子扎奸在床，她就算是跳进黄河，恐怕也洗不清了。老吴那边你安排好了吗？老吴便是缅甸那边的人贩子，按照计划，等今天晚上打死李淑芬后，他们夫妻俩就立即带着程瑶去往县城与老吴会合。安排好了，你放心。